歡迎來到16頻道，今天來聊一下《Melody of Secrets》的小說故事。小說本身還有大量的反轉、反轉再反轉，每一章呢都是驚喜。因為牽線的案中案呢有點複雜，所以為了可以淺白的做介紹，影片內容呢會省略很多小說的細節。雖然不知道最後劇跟小說會差多少，但這支影片極可能還有超大量的劇透，所以不想要被劇透的各位請斟酌使用。而如果想要在其他平台討論相關的內容呢，請也記得要加上防劇透的提示哦。首先簡單介紹一下兩位主角，公的名字叫 Tan Kun， 是一名犯罪心理學家，擅長了解讀別人的肢體語言，是一名教授，同時呢也會協助警方的查案。下的名字叫 Bob Pling， 27歲，是一名喜歡做深度採訪的記者。他在17歲的時候出意外失憶了，10年過去，他的記憶呢還是沒有恢復，而他的母親呢也不幸在一次交通意外中昏迷，之後呢就一直沒有醒過來。但即便如此，他還是保持着積極開朗的個性。故事一開始，27歲的 Bob Pling 呢收到神秘人寄來的包裹，包裹裡呢是一本日記，他認出了日記裡的字呢是自己的字跡，原來那是他17歲的時候寫的日記。而在日記裡面呢，記錄了他跟初戀的故事。自從17歲失憶之後呢 ，Bob Pling 呢一直都有在看醫生做治療，然而呢記憶卻一直恢復不了，所以呢過去的事呢他都只能透過外婆或母親的口中得知，然而卻一直沒有人告訴過他，原來他在17歲的時候談過戀愛，而他的初戀對象就叫 Tan Kun。Bob Pling 呢不確定是過去的自己沒有告訴過家人，還是家人呢對他這段過去故意的隱瞞，但眼看這是找回記憶的大好機會。Bob Pling 呢在事隔10年後重新聯絡上了 Tan Kun， 兩個人還立即約了見面。然而到了見面當天，在 Bob Pling 見到 Tan Kun 之前，他卻發現了一具屍體。Bob Pling 嚇到往後退，但轉過頭就看到 Tan Kun 站在他面前。Bob Pling 立即對 Tan Kun 很提防，懷疑 Tan Kun 就是兇手。然而 Tan Kun 卻說自己是屍體的第一發言人，而且他已經報警了。之後警察到場調查，沒多久就查到死者是在 Bob Pling 家工作的員工，而且那本日記就是這位死者寄給 Bob Pling 的。警察到了立即就懷疑 Bob Pling 有嫌疑，但根據 Tan Kun 和 Bob Pling 的證詞，他們互相都為對方提供了不在場證明，所以警方也無法繼續的為難 Bob Pling。為了找回自己的記憶， Bob Pling 在審訊後再去找 Tan Kun 聊天，在兩個人對話的時候， Tan Kun 匆匆確定 Bob Pling 是真的失憶了，對此 Tan Kun 感到很失望。而根據日記的內容， Bob Pling 知道自己在17歲的時候對 Tan Kun 一見鍾情，日記呢把兩人的過去描繪得非常的美好，令 Bob Pling 單靠日記的內容就重新的喜歡上了 Tan Kun。Tan Kun 也堅定的說自己就是 Bob Pling 的初戀。Tan Kun 還重新的帶領 Bob Pling 拉小提琴，希望可以借此幫 Bob Pling 找回記憶。雖然 Bob Pling 的記憶呢沒有因為這樣子就恢復，然而在氣氛的帶動下，他們很自然的就接吻了，兩個人呢還差點就這樣子發生關係。但這時候 Bob Pling 卻發現 Tan Kun 的手上沒有日記裡面所記載的疤痕。Bob Pling 一下子就從情慾中醒了過來。這時候 Bob Pling 的朋友剛好打電話給他，朋友告訴 Bob Pling 附近再發現了一具屍體，死法呢跟上一次的死法一樣，而且死者呢一樣是 Bob Pling 家的員工。這時候 Bob Pling 開始對 Tan Kun 起了一點點的疑心，但同時他也已經對 Tan Kun 動心了。發生了兩個案件都跟 Bob Pling 家有關， Bob Pling 的外婆也因此發現了 Bob Pling 瞞着他，自己跑去找記憶。外婆呢很生氣，要 Bob Pling 為了昏迷的母親好好的活着，準時去接受治療就好，不要搞些有的沒的。這反而激發了 Bob Pling 要找出真相的決心。Bob Pling 再次聯絡 Tan Kun， 想看看還沒有其他機會呢可以恢復記憶。兩個一起到了戶外燒了木番薯吃，因為那是他們在10年前曾經一起做過的事。中途 Tan Kun 離開了一下，讓 Bob Pling 獨自一人，結果下一秒 Bob Pling 就被人從後襲擊，幸好 Tan Kun 及時趕了回來，趕走襲擊 Bob Pling 的人。Tan Kun 立即通知警察到，因為 Tan Kun 懷疑襲擊 Bob Pling 的人其實就是之前兩個案子的兇手。因為 Tan Kun 救了自己， Bob Pling 也減少了對 Tan Kun 的懷疑，加上 Bob Pling 覺得疤痕就是會隨着時間變淡的，所以 Bob Pling 就想說之前的只是自己想太多。然而這個時候 Bob Pling 的朋友卻查到 Tan Kun 其實還有一個弟弟叫 Tan Po。Bob Pling 的朋友懷疑 Tan Kun 其實是 Tan Po 裝的。聽完朋友的分析， Bob Pling 決定要到 Tan Kun 家過夜，表面是要來找 Tan Kun 開心的過一晚，但實際上卻想要趁機的調查 Tan Kun。隔天 Bob Pling 就趁着 Tan Kun 出門後，立即翻查 Tan Kun 的家。本來 Bob Pling 還希望只是自己的多疑，結果他卻在 Tan Kun 的房間中找到了刻有 Tan Po 字樣的手錶。這時候 Tan Kun 剛好回來， Bob Pling 生氣的質問 Tan Kun 是不是騙了自己，眼看已經無法再隱瞞下去了。Tan Kun 只好坦白，10年前跟 Bob Pling 談戀愛的人其實是 Tan Po。
Tempora 是 Tankun 的弟弟，本身呢患有很嚴重的憂鬱症跟地中海貧血。Tempora 因此很討厭自己，所以當他跟 Poplin 相遇的時候，他用的是充氣的哥哥 Tankun 的名字去跟 Poplin 談戀愛。然而在 Poplin 失憶的期間 ，Tempora 已經不幸的去世了。10年前 ，Tempora 因為身患重病，必須要到外國接受治療，所以 Tempora 和 Poplin 才會分開。然而自出國後 ，Tempora 卻再也聯絡不上 Poplin。當身體有好轉後 ，Tempora 就回到泰國，打算呢尋找 Poplin。然而他卻在期間呢去世了。Tankun 呢覺得 Tempora 的死不單純，而且他也知道 Tempora 打算要去找 Poplin 的事，所以當 Tankun 呢收到看完日記的 Poplin 的聯絡，他就想要借此機會調查會不會是 Poplin 害死了 Tempora。然而在跟 Poplin 的接觸過後 ，Tankun 呢卻在不知不覺中喜歡上了 Poplin。Poplin 呢很生氣 ，Tankun 呢騙了自己，而且 Poplin 呢覺得 Tankun 呢之前對他的照顧，一切呢都只是為了調查 Tempora 的死因。Poplin 呢覺得 Tankun 呢根本沒有愛過自己。Tankun 呢其實自己也懷疑過自己的感情，後來只是自己太想查明弟弟的死因，才入戲太深。但等經過後 ，Tankun 呢清楚知道自己呢是真的喜歡上了 Poplin， 所以他就請 Poplin 呢再給他一次機會，讓他可以重新的追求他。Poplin 呢雖然是很生氣，但同時他也知道自己呢已經喜歡上了 Tankun， 所以他沒有拒絕，但也沒有立即的答應。他只說會一直調查了 Tempora 的死因，畢竟他也想要知道他的初戀到底遭遇了什麼事。然而在調查剛開始沒多久 ，Tankun 呢就遇襲了。對方看起來不是真的想要殺死 Tankun， 而是在警告 Tankun 不要再查下去。Tankun 遇襲後，警方到了也立即出動追查，最後終於鎖定一個疑兇。這位疑兇叫 Tanu， 曾經也是 Poplin 家的員工，而且警方推斷，也許他就是之前2個案件的兇手。為了調查兇手的背後動機 ，Poplin 帶着 Tankun 一起去找外婆，還直接問外婆認不認識 Tanu 和 Tempora。外婆的反應很明顯就知道這2個人，然而她卻不願意多談。對於外婆的反應 ，Poplin 感到很生氣，而且他也開始讓她懷疑過去的記憶治療是否真的有效，因為以前所有治療都是由外婆安排的。Tankun 也對 Poplin 接受的治療提出了質疑，剛好 Tankun 的妹妹是精神科醫生，所以 Tankun 就請妹妹幫忙診斷 Poplin。聽完 Poplin 過去的接受的治療 ，Tankun 的妹妹覺得 Poplin 是接受了催眠療法。雖然催眠療法的確可以幫人恢復記憶，但同時它也可以抹去人腦中的記憶。Poplin 意識到自己過去的記憶一定不單純，他甚至開始懷疑會不會是自己的殺了 Tempora， 外婆為了保護他才不讓他恢復記憶。Poplin 也怕萬一他恢復過去的記憶之後會不會反過來了忘記 Tankun。Poplin 對自己的記憶變得很不安，因此開始躲着 Tankun。但 Tankun 卻說不管事實如何，他還是會繼續的愛 Poplin， 而且 Tankun 也相信以 Poplin 的性格，他根本不可能會是兇手。看着 Tankun 的真誠的告白 ，Poplin 終於放下心防，說自己也愛 Tankun。兩人的心意終於相通，但之前兇案的兇手還是得抓。不過他們又沒有確實的證據，所以 Tankun 就以 Poplin 作為誘餌，去引了兇手上鈎。最後 Tanu 還真的上鈎被抓了，但 Tanu 一開始是打死都不承認自己是兇手。不過在沒多久後 ，Poplin 的母親終於從長年的昏迷中醒了過來。而且就在 Poplin 的母親甦醒過後沒多久 ，Tanu 就突然承認自己就是兇手。而且他不只承認那2名員工是他殺的，他也承認了連 Tempora 也是他殺的。Tankun 覺得 Tanu 的反應很奇怪，而且 Tankun 之前就覺得不可能只有一個犯人，所以 Tankun 重新翻看了 Tanu 的審查記錄。這時候他就發現了一些疑點，但就在 Tankun 想要釐清疑點之前 ，Tanu 卻逃獄了。而當 Tankun 在這邊翻查案子的資料的時候 ，Poplin 一家卻被綁架了，而綁架他們一家人居然是警察島。原來島的父親跟 Poplin 的母親是舊識，有一陣子島的父親很常大半夜的去 Poplin 的家，島的母親就覺得老公出軌了，兩人一天到晚都在吵架，到最後島的母親直接精神失常到上吊自殺。母親去世後就變成了島跟父親吵架，而在一次爭吵的時候，島出手殺了這個父親，而自那一刻起島就黑化了，他決定要向 Poplin 一家報仇。這些2宗殺人案的真兇其實都是島本來想要把案子交還給 Poplin， 結果 Tankun 的出現成了 Poplin 的不在場證明。Tankun 的權在多次打亂了島的計劃，島最後實在受不了，想要乾脆直接殺了 Poplin 一家，所以他綁架了 Poplin 一家。幸好 Tankun 及時趕到，但卻攔敵了已經殺瘋了眼的島。這時候突然有人突襲了島，而那個人就是 Tanu。在島被緝服後 ，Tanu 也終於講出了一切真相。原來 Poplin 根本就不是 Poplin。真正的 Poplin 早在17歲的時候就已經去世了。現在的 Poplin 其實是 Tanu 的兒子，真正的名字其實叫 Thongtham。Poplin 和 Thongtham第一次見面是在7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塔努帶着妻兒一起到了 Popping 的家工作。Popping 一家第一次看到童糖就很喜歡童糖。Popping 的母親甚至說童糖可以叫他媽媽。然而，童糖的母親卻對此感到很不滿。童糖的母親本身就是精神病患者，當看到童糖被疼愛的樣子，她就覺得 Popping 一家想要搶走他的兒子。她將這一切的憤怒發洩在童糖的身上。童糖因此每天都要承受母親的家暴。到了17歲的時候 ，Popping 終於看不過眼，想要偷偷拍下童糖被家暴的樣子再報警。然而，當親眼目睹童糖被家暴的場面 ，Popping 根本忍不了1秒，直接就衝了出來阻止了童糖的母親。Popping 的出現讓童糖的母親更生氣了，她直接往 Popping 的頭重重的打了下去 ，Popping 就這樣子昏了過去。這個時候，童糖的母親已經是瘋了的狀態，她把童糖拉出了家，把昏倒的 Popping 留在房子裡，之後直接放火燒屋。童糖被嚇到了，但他還是立即衝回了家裡，想要救 Popping 出來。這時候，塔努剛好趕了回來，跟妻子直接起了爭執。在爭執的過程中，塔努脫手殺了自己的妻子，而童糖和 Popping 卻還被困在火場中。塔努基本也沒有空在理死掉的妻子，他立即跑進了火場，救出了已經半昏迷的童糖。他本來是想要在救出童糖之後，再回去救 Popping。然而，當他想要回去救人的時候，火已經大到進不去了。最後 ，Popping 就這樣子在火災中去世了。Popping 的母親無法接受兒子去世的事實，她直接失去了活下去的動力。這時候，童糖從昏迷中醒了過來，但是他卻失憶了。童糖一醒來，第一眼就看到 Popping 的母親，因為從小的習慣，他下意識地叫了 Popping 的母親做媽媽。那一刻 ，Popping 的母親突然有了活下去的希望。Popping 的外婆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為了讓自己的女兒有活着的希望，她聯絡了精神科醫生，也就是島的父親。他請島的父親用催眠去改寫童糖的記憶，趁着童糖還沒有恢復記憶，讓童糖成為 Popping。但因為這過程不是一次催眠就可以成功的，早期需要不斷重複的催眠，而且都要在指定的時刻進行。而這就是島的父親常常大半夜去 Popping 家的原因，是島和他的母親誤會了。他覺得如果童糖成了 Popping， 童糖就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畢竟他誤殺了自己的妻子，他不希望童糖有一個殺人犯的父親。所以他默許了 Popping 家做的一切。然而後來 Temporal 回到泰國來找 Popping， 他就發現這個 Popping 是假的。Temporal 覺得 Popping 家這樣子做不對，他想要揭發這一切。但塔努希望童糖可以繼續過好日子，所以他殺了 Temporal， 希望童糖可以永遠以 Popping 的身份活着。然而紙包不住火，最後全部的真相還是被掀開了，童糖的記憶也終於恢復了。過去10年，童糖都以 Popping 的身份活着，現在童糖決定要為自己人活一次。所以他辭了機姐的工作，去尋找自己的夢想。之後他開了一家民宿，而田坤就是他民宿的投資人。最後童糖向田坤求了婚，兩人結婚，還生了一個兒子，完美小花。以上就是 Melody of Secrets 的小說故事。這支影片其實省略了非常多的內容，有很多的反轉的實力都沒有講到。個人非常建議一定要去看小說，每一章都很精彩。泰文小說在 GMMTV 的 ebook 平台就看得到，在網站買完小說後就可以在 App 上面看了。雖然這支影片沒有提到太多愛情線的部分，但其實田坤和童糖要甜的時候也是可以非常的甜，不過大部分都是虐中帶甜的，常常讓人看得很揪心。而 Footballer 這次也終於不是演傻白甜的劇本了，所以我個人真的很看好這一部劇。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大家對 Melody of Secrets 的故事有什麼看法呢？歡迎留言分享，一起討論。那我們下期影片見，拜拜。